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线上正在观看发布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麒麟云中线竞起新人生全新坦克700上市发布会的现场。首先有请坦克品牌 CEO 古玉坤先生登场，掌声有请。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以及线上线下的坦克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麒麟云中线竞起新人生全新坦克700的上市发布会。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古玉坤。全新坦克700呢，我们是在3月30号开启的预售。预售之后呢，订单量也远超了我们的预期，终端的客流量也猛增了几倍，尤其是在周六周日周末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看车试驾排队的一些情况，甚至有的还要等2-3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我们在终端的接待和筹备方面也有很多的不足。在此呢，我也给大家进行致歉。同时，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提升和优化。我相信预定我们坦克700的用户和关注坦克700的用户，你们此时此刻应该都会在线上或者在现场来观看这场发布会。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借这个机会，也由衷的感谢我们那些喜欢等、喜欢我们、愿意排队试驾以及下定我们坦克700的朋友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包容和谅解，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在终端做了一些调研，我们也想知道到底什么样的人在选择坦克。我们在和这种上百位城市的用户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买坦克的用户呢，他们是一群有勇气、敢尝鲜、有格局、敢担当的人。他们永远透露着一股热心肠。虽然他们买的车不一样，有300、400、500、700，但是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的品牌主张铁汉柔情。有句话说的挺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们敢爱、敢恨、敢闯、敢拼的这股劲儿，和坦克品牌的价值观是完全契合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凝聚这么多可爱的坦克手的原因。我翻过一些坦克手他的朋友圈，我也看过他们的一些自驾的一些视频。说实在话，我是打心底里边羡慕。我羡慕他们能够随时出发，我也敬佩他们遇见危险伸手相助的利他之心，以及他们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那种无畏和他们的热忱。今年的武汉的暴雪，有我们坦克500车主在高架桥上救出10几辆其他品牌的车型，也被央视点赞，称之为拖车侠。在延安隧道里边，我们的坦克400、坦克300车主协助交警拖出事故大挂车，也上演了警民一家亲的一个现象。这些例子呢特别多，也举不完，但每当危难时候，总能看到我们的坦克手去救援的这种身影。铁汉柔情、责任担当，这就是咱们的坦克手，这就是坦克的铁汉柔情。
很多人说呢，安全是最大的豪华。还有人说，豪华它比的是参数，是配置。但是坦克认为，这些只是豪华的一个底线。坦克品牌呢，卖的呢不仅是产品，我们更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它会为你展开更辽阔的人生心境，它会带你去出得去、玩得嗨、回得来的这种生活体验，让你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你不用再去证明自己，而是要成为自己。也可以去亲手推开人生的心境之门，更能成就其他更多的人。可能有很多人都有同款。今年开年到现在呢，汽车市场已经举办了不下100场的新车发布会，说自己是旗舰车型的更是不下10几款。我翻遍了各大平台的用户评论，看到最多的声音就是同质化。真正能让你一眼记住而且过目不忘的能有多少？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始终相信啊，每一个独立思考、不愿随波逐流的人，都不会为这种复刻品来进行买单。我们在等待的，它应该是一个真正有风骨、有灵魂、独一无二的车。我们选择的是不盲从的那种审美，选择的是不趋同的那种品味。我想，它应该就是我们全新的坦克700。Trace the line, the shadows fall. A silent call to one and all. The city lights and fading glow reflects the places I will go. I hold the wheel to feel the chase the breaking of the day. In motion, flowing vein. From winding curves to open plains. This is not where I arrive. It's where I come alive. 视频当中呢，讲述的是探寻麒麟的故事。说到麒麟呢，它是我们全新坦克700高端原创的设计的初心。我们从中国1000年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灵感，打造专属于坦克700的造型设计。这份不盲从、不复刻的坚守，就是独属于坦克品牌最有底气的文化自信。麒麟呢，是中国传统文化5大瑞兽之首，是忍者风范的代表。全新坦克700的车姿，它前高后低，代表着麒麟的这种昂首敦坐。加宽的轮眉，它强壮有力，如同麒麟昂首。
威而不猛。巨大的车身呢，有2米高的车，有2米的车高，1米的坐姿，让你坐上去就拥有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感觉。这些日子呢，我也参观了上海汽车的博物馆，我就发现那个年代的汽车的大灯真是百花齐放，各种翻灯的设计、跳灯的设计，每一款呢都有着自己的灵魂。而那种机械的架构，到现在千篇一律的大灯根本是给不了的那种精气神。我们的瑞林之眼的大灯可以说是对经典的一种致敬。在它点亮的那个瞬间，机械的叶片伴随着步机电机，能够快速的实现360度的旋转开合。每一次出发，就像是一次呼唤麒麟的那种仪式。而这种感觉呢，你在市面上任何一款产品上都找不到。还有独属于坦克700的硬派越野的大尾翼，我们称它为祥林燕尾。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是2厢越野车天生有个痛点，就是尾部它扰流大，后排乘坐呢噪声比较大，尤其是在跑高速的时候。所以现在很多的 SUV 把尾部的这个线条越做越圆润，地柱也是越来越倾斜，导致现在所有的车都少了一个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我们不想让麒麟这种霸气的外观进行妥协，所以我们必须要打造出空气动力学的尾翼，既解决了后排的风噪问题，也能保证造型它依然威武，态度呢它依然是个性的。尤其是当尾翼的灯光点亮的时候，它和双尾灯、双支架灯形成了独特的6灯剪影。我敢打保票啊，它的强大气场以及绝对的辨识度，未来一定能够带动硬派越野 SUV 加大尾翼的时尚的新风潮。除了麒麟的文化，敦煌青它也承载了我们对于文化的坚守。它是一个跨越1000年的那种东方审美。说到青，在外语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够完全的去译出青字它的全部内涵。在中国的文化里边，青它不是一种颜色，而是一种意境。它是由甲骨文生和丹进行组成的，它代表了生命最初最美好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是要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凝练在坦克700的车侧里边，也铸造了青云之上的美好寓意。说完设计呢，我们再来说一点实力。全新坦克700搭载了第2代的 3.0T HiPho-T 的动力总成。要知道啊，真正掌握大排量混动的自研技术并量产的品牌，全球不超过5家，而国内只有我们1家。它有着非解耦的纵置 P2 的电机，完全自研的9HAT 的变速器，更是有着国内其他混动车型永远听不到、无法复刻的 V6 的那种轰鸣。这就是中国越野混动赛道上毫无疑问的第一。我们还以都江堰的28分水、46分刷、46分沙的这种1000年的治水智慧为灵感，为全新坦克700也搭载了 2.0T HiPho-Z 的动力总成。我们首创的全球最短的3档 DHT 变速器，它比目前行业上纵置单档变速器在尺寸上还要短20%。配合高密度的这种电池，我们的 WLTC 纯电续航呢做到了近200公里。我们就凭借着这一个创新和突破，我们在大型插混越野车品类里边依然是第一。可以说，全新坦克700呢，它用了2套极致的动力总成，每一款都是天花板，都是第一，覆盖了我们用户全场景的使用需求。HiPho-Z 呢，
它有强大的泛越野的能力和纯电的体验，它既全面又高效，适合大多数人。而 3.0T 的 HiPhi-T 大排量 V6 的动力总成，它是带来了不可替代的是情绪上的价值，它更适合有情怀、追求极致的那些人。下面再说我们的智能化。放眼全球啊，能在非承载车上同时实现 VLA 大模型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的，也只有我们全新的坦克700。它搭载了长城咖啡 Pilot 4.0 辅助驾驶系统，基于 VLA 加世界模型的技术路线，让全新的坦克700不仅具有超强的预判能力，在复杂路况的适应能力，还有具备这种车位到车位全场景的辅助驾驶能力。它既能帮助我们在城市里边穿梭，也能帮你扛下所有旅途中的劳累。甚至当你穿过虎鹤之路的时候，它也能帮你省下赶路的精力，去专心感受山河的壮阔，享受越野过程当中带来的那种纯粹的热爱。在这里呢，我也要再去重申一个观点，在我们预售发布会我也说过，当下的智能辅助驾驶没有完美的，更没有绝对的第一。各家的智驾呢表现也各有所长，有的上限高，基础体验一般；有的呢看重稳健，但是它不够丝滑。所以，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共同的追求，它应该是安全第一和体验第一，共同来推进技术的进化，给用户带来更加安心和更加可靠的这些体验。前几天呢，我看到一段关于曼谷车展的一个视频，感触呢也特别深。视频里边丰田展台人山人海，F 沟库鲁泽的签单区排起了长队。视频博主呢指着车里边的机械手刹，跟身边的老外去吐槽：“这都老古董了，你们怎么还买？”老外的回答却让他当场愣住了。他说 ：“Yes, but it runs forever。”对，但是它永远不会坏。这句话呢，直接说透了丰田能够成为当地市场霸主的原因，靠的就是极致的可靠性。那什么是好车？新鲜感只是在提车的那一刻，而真正的好车，它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你越来越放心的车，是永远不会半路出问题，永远不会把你扔在路上的车。这种对可靠性的执念，也是我们坦克品牌的追求。全新坦克700呢，我们从整车到零部件，我们设计了大量的冗余结构。举几个例子，比如油电的双保险，在极端的这种工况下，电机坏了可以当油车开，发动机坏了也可以当电车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燃油供给系统的双冗余，散热系统的双冗余，保证了在极限工况下都能有可靠性的储备。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好这个表面的功夫很容易，但把看不见的里子做扎实，确实很难。目前我们全新坦克700在动力、底盘、车身、智能、安全5大核心的领域，我们累计落地了这种双冗余系统有80余项。在这里呢，有2/3都是越野必配的那种标配项，全是大家肉眼看不到的成本，更是一台这个越野车真正的里子。所以大家总说坦克安全，没错，坦克就是安全，就是靠谱。在全球市场上，坦克已经拥有了超过90万的用户。良好的口碑让坦克和可靠性和安全画上了等号。市场的声音呢，也给足了证明。但是客观的去讲，
我们研究了一组数据，在中东、在南美、非洲等国际的一些市场，丰田的越野车的市占率都达到了50%左右。大家总说每卖出2台越野车就有1台是坦克，但是放在全球市场，这些越野领域的前辈依然值得我们去敬佩，值得我们去学习。中国品牌要真正的站起来，我们当然不能只靠致敬，我们更需要的是全力的去挑战。我们全新坦克700正在备战环塔赛事，而且也在筹备达喀尔。我们想和丰田、路虎这些赛事前辈掰掰手腕，因为我们知道最大的致敬就是用实力赢得尊重。好的产品呢，无需多言。关于产品的内容，我今儿就说到这里，应该有15分钟。因为一台车呢，认识一群人，比起独自奔赴，大家可能更愿意同频而行。这次呢，全新坦克700推出的同时，我们也为坦克用户打造了一个高端的社交平台，它的名字叫麒麟会。为什么叫麒麟会呢？麒麟它自古就是德才兼备、卓尔不群的象征。同样，我们的坦克700用户也都是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喜欢探索未知，追求品味格调，他们更加重视精神上的丰盈。麒麟会就是要把这些高端的车主聚在一起。我们不想做传统或者功利的这种车友会，而是以探索心境、解锁体验为核心，建一个平等交流、共同成长的平台。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有的时候心里边特别想去一个地方，一个小众的秘境，去那儿走走看看，散散心。可真要是行动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呢经验不足，路线呀也没底，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算了。还有就是你想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接触点新的圈子，可是你找不到门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很多时候呢，我们缺的不是个想法，也不是勇气，而是缺少一个能一起同行、相互搭把手的圈子。而麒麟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当你成为坦克700车主的那一刻，你便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麒麟会，更能解锁2项尊崇的体验。第一个就是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的100大主理人的共创计划，为你量身打造的小众的秘境路线，提供专属的领队服务。他们可以在当地扎根，他们都是在当地扎根多年的老玩家。哪条路风景最好，哪个季节的鱼最肥，哪个营地适合扎营，他们全部都了如指掌，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体验别人体验不着的人生。预售期间呢，我们的共创计划一经发布，反响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国的文旅都在不约而同的喊话魏总，喊话坦克手，去他们的家乡尝尝美食，感受感受当地的一些特色和风景。今天呢，我们也有全国20多家文旅单位和推荐官来到了现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热情，我们一定会把主理人的计划维护好，以官方的行动做好全域的保障。这里呢，我还是得再次代表坦克吧，对你们的到来和支持表示最真诚的感谢，谢谢你们。另一个尊崇体验呢，就是我们的麒麟的私董会，是为你的每一个兴趣爱好建立的专业玩家的私人董事会。
我们将邀请各个行业的大师和一群跟你一样有着阅历和懂生活的人，一起去探索，一起精进，找到共鸣。这次呢，我们首批开放了5个兴趣圈层。你想精进马术，我们有职业的骑手陪你上马练习；你要是想海钓，我们有专业的钓手带你下竿实践；你想要学习摄影，我们有大师带你去追最美的光线；你要想聊聊商业，我们也还有知名的企业家和你能够深度的对谈；你要想去最小众的秘境，我们有资深的领队带你安全的抵达。所以说，在麒麟会，你的每一个爱好都不再是消遣，它是一种社交语言，一种身份的标签。同时呢，我们还为5个兴趣圈层准备了定制的专属的徽章，让这份热爱让它更加的有荣誉感。今年5月份，我们将启动我们第1场活动，在这里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坦克700的车主能够积极的申请加入麒麟会，去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去解锁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徽章，让每一位任重麒麟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印记。好了，今天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首批3位明星麒麟会的成员。话不多说，先看一段视频，一同感受一下他们和700的故事。到了输的年纪，认输了，他就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儿。不服输，再高的山也能变成梦想的磐石。前方的路突然歘，它亮了，脚下的路开始上坡了。永远要相信人生，它只淬炼1%。输圈不输，闯进依旧。走得越久越明白，动人的从不是征服险途，而是漫过沙海，万物归于平和的淡然。踏过风沙，与旷野寻得释然，纵览无垠，探索心境，尽享人生。当成功不再需要掌声证明，身份就已经成为可以卸给的行囊，人生才会真正的掌控自己的方向。有些路该怎么走，是大地教给我的。见过壮丽和辽阔，胸襟会一瞬间敞开，人生张弛，自在掌控。好了，让我们一起有请麒麟会的3位老师上台，他们分别是李乃文老师、许亚军老师、孙岩老师，有请。惯了，没事。OK， 欢迎啊，欢迎3位老师能够来到保定，来到我们爱倾城酒店。3位老师其实都是坦克的老朋友了，之前呢也以坦克700的车主的身份呢，也参加过我们的一些活动。今天呢，又有了新的身份，就是我们首批的麒麟会的会员。今天我也借着全新坦克700上市，咱们一块儿聊聊700对于你们个人来说的一些体验。我准备了2个小问题，也想问问3位老师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随便聊啊，没有这个顺序或者怎么着。第一个问题呢，
我们想围绕的就是今天是全新坦克700上市，所以今天我想聊一下，就是全新坦克700，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先问问的就是李乃文老师。我知道李乃文老师今天是从北京过来的，对，一路是700带过来的。对，哎，我想问问，在这个从北京过来将近2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上，哎，你是什么样的体验？说实话呀，我今天的体验不一样。去年呢，我接触了咱们坦克的老700，哎，那是我们上一款。对对。然后今天呢，接触的是坦克的新700。对。去年呢，我是开700，今年呢，我是坐700，等于是去年我在前面，今年我坐在后面，感受完全不一样。首先，我是从北京的今天中午从北京的这个朝阳高铁站一路开到咱们这边保定，咱们的这个叫爱情城啊，对，爱情对吧？城，对，爱情城。然后呢，这一路上有高速，当然了，也不全是高速，也有一些碎石路啊、翻修路什么的。但是整体的感觉，说实话，真的是超出了我的认知，一点儿不颠簸，而且车内非常之安静。我一路上我就感觉就很快，按理说2个多小时的这个车程，说实话不短，但是我感觉很快就到了。所以说，坦克新700刷新了我的体验，让我感觉就像我不是坐高铁来了吗？就像坐在高铁里的商务舱的那个感觉。高铁到北京的，对吧？对啊，那个确实是啊，像乃文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一些感受，就是当坐着一辆特别舒服或者静音特别好的一款车的时候，路途上的时间确实是很快。刚才乃文老师把它比喻成这个商务舱，商务舱，说实话，略微有点夸张。还行，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坦克呢，它为什么这么好？是因为它和这个正常的这个 SUV，就是一般的城市型 SUV，它有个大架，就是大梁，就是非承载式的车身，它比那个承载式的都多一道过滤，所以说它乘坐起来都比较舒服，所以才有了你刚才提的这些感受。而它内饰也很豪华。哎，是的。就是有这个后排的那个影音，我是一路上看着电视过来的。那更好，是吧？对，其实比那个豪华，比那个商务舱啊，我觉得还豪华。其实对。行，这是乃文老师的一些感受。那么我也听说啊，徐亚军老师呢，前2天在保定也试驾了我们全新的坦克700，您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你看这个乃文啊，咱大伙儿一听他聊天就知道他是一个享受型的选手。哎，我跟乃文不太一样，我有30多年的驾龄了，我就爱开车。所以说呢，像咱们坦克的300、400、500，包括700，我都开过，我特别喜欢这个车。真是一见着咱们全新的这个坦克700，我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我哐上了后排，然后你坐到我那儿去了。乱说！我坐到后排以后，我第一件事什么？把我的蓝牙打开，跟这个车上的蓝牙音响连接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咱们原来那个700是16个喇叭，那个叫什么？对，那是哈曼卡顿的。哈曼卡顿是吧？对。然后现在咱们最新的这个700是21个喇叭，对，那个是我们自研自产的爱情之音。对，所以说呢，我到车上以后，我把这蓝牙连接好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听音乐，听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啊，坦克700是一种什么车呢？就是你可以在那种硬性的越野当中，然后去征服道路。你想在那种时候，你听着那种丝滑的小提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同时，因为我是北京人啊，你也可以开着这个车，然后在北京的那种大街小巷、胡同里边，然后你听着 rap， 然后听着那种蓝调反差。哎呀，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惬意。这就是我做的第一件事。然后第2件事，我就到了前排，我要开这个车，因为它的那种智能驾驶啊，这种智能辅助驾驶。我要感受一下，因为我也体验过很多车。对，我们有城市有高速都可以。对，对我体验过很多车这种智能驾驶的感受了。但我觉得这个车挺有意思的。你跟他说慢点儿，
坦克，慢点开，哎，它就会慢一点。坦克，换左道，就是向左换一道，哎，它就会给你在安全允许的情况下给你往左换一道，不是说你用转向灯，或者说它就是按照你那种驾驶那种自动导航，你输好就是一股劲儿往前撒开，它是可以跟你交流的。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这个车呢还有一点好什么？它很高很大，然后呢你坐进去以后，因为视野很高嘛，然后你开起来就很爽很舒服。所以不光像我们这些男人可以开，那很多女士包括女孩子也可以轻松的去掌握它，去驾驭它，特别好驾驭。包括它的转弯半径，这些在城市开的这些玲珑感，是吧？这叫从容感，也都是特别在线的。我听乃文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不是，徐亚军老师，这么一说啊，我就觉得，我都觉得是，我觉得是真懂，真懂。确实是啊，刚才您说的那个支架的那个功能，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也讲到啊，那是我们就是首搭的一款，就是在全新坦克700上一个 VLA 的一个世界模型的一个技术架构。它可以实现这种用语音去跟车进行互动，并且进行一定的驾驶体验，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个体验是体验，它是辅助驾驶，所以说还是应该就是安全第一，对，安全第一啊。行，那孙岩老师，您也说说您的一些驾驶感受。因为去年我提车的时候，谷总也在，对，我给您交的车。对，您还记着我第一开始跟您说，我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气场太强了。然后今天呢，我看到了这个新的坦克，我今天下午试驾的就是这一台，对，绿色，这是什么绿？这是千锋绿，对，千锋翠。这个颜色太时尚了，我相信这辆车在大街上开的时候，回头率肯定是100%。它在暗光下是黑的，在亮光下是绿的，而且当时我看这个坦克车的时候，我看到有网上很多坦克车主会去帮助那些车困住的车主。对，那我就会觉得说，坦克车一定的技术是过硬的。对我们坦克的车主出去，后备箱都有拖车绳。您那个有没有试试动态？试了。今天下午我试了一下，因为之前呢，相当于是我在选车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操控感，但现在你知道我身份也有一些变化，是对吧？我需要去为家庭考虑，然后我特意看了一看后排的舒适性，还有就是后边的空间，以及安全性，包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后备箱的大小，我觉得它都非常的满足我的要求。我觉得坦克是在外部的颜值帮我撑了场面，在里边也帮我过了日子。这个总结的好啊，这个说的好，确实是，我也能听得出来，您是一位奶爸的这个身份去评价的这个700的感受。从你的话里边呢，我也能听得出来，你想表达的是这款车呢，它能文能武，左边公路，右边越野，包括宜商宜家的这种感觉。用咱们老说的话，就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啊，就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想大家伙儿和线上的朋友应该都很好奇啊，就是在各位的生活当中，大家觉得这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是一样啊，还是从乃文老师那开始。我个人认为啊，车对于我来讲，它早就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了。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一个能够移动的一个小世界。比如说我们做演员啊，我们出工对吧？从一开始基本上都是从车上开始，就是我可以在车里，比如说看看剧本啊，补妆啊，反正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车里完成。收工之后呢，等我回到车里，不管是角色还是戏里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什么情绪，把门一关那一刻，我觉得瞬间它就能平复下来。所以说，车对于我来讲，
是少有的自我空间，它能够让我安心的卸下疲惫，然后享受片刻的安宁。当然了，如果偶尔有时间可以自驾出行，我觉得这是更难得的，而且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去新疆，去拍《凡人修仙传》，我们呢是从乌鲁木齐要飞到那拉提，但是我突发奇想，我说我要开车去，因为我要走独库公路，你可以穿过天山，你可以穿过天山的那一刻，就是你能感受这个8个小时，将近10个小时，能感受春夏秋冬4季，就是1年游4季，对10里不同天。我去过那个独库公路，很美，对，很美，对。而且当时我开的就是坦克300，那一年，我说的是真的，我的视频号里有证据的，就是当时我拍了，很美，而且当我快翻过天山的时候，我居然发现，就这个雪山脚底下居然还有卖羊肉串的，就完全是 surprise， 就是你开着坦克，然后呢翻过天山，吃着羊肉串，然后路上你发现很多自驾游的兄弟姐妹们开的还基本上都是坦克，尤其是在新疆，特别多。我觉得那一刻真的震撼。所以事实证明啊，不光是要拥有一台好车是底气，我觉得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喜欢的车是很神奇、很美妙的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不管你在哪儿，哪怕你看不到别的车，天大地大，就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只有属于你的车，只有属于你的美景的时候，那一刻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所以说呀，有些风景需要通过更多的探寻去遇见。包括今天，麒麟会，坦克麒麟会就开启了秘境主理人计划。那么未来，我认为我们可以一起去奔赴更多这样的未知新境。我觉得应该给个掌声。谢谢。我觉得乃文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场景啊，特别让我有代入感。刚才我也说了，我是真实的去过独库公路。我都突然觉得，您是不是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在麒麟会推出一个李乃文版的秘境路书？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家伙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对，因为每个人每个版本的秘境路书都不一样。不一样是。好，那个孙岩老师呢？您是就是这个给大家伙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心得。我觉得坦克车特别像我身边的一个伙伴。一个信任度十足的伙伴。因为我经常在休息的时候会带着家人去露营，然后我也喜欢徒步。我每次开着这个车到了那儿的时候，我走到山上，我回头看那辆车的时候，我觉得太帅了这车。然后今天呢，正好又有这个麒麟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去加入到我们这儿来，然后能一起去感受大自然，感受坦克车的魅力。对，说到这儿呢，我不知道孙岩老师你还记得不记得，咱们在阿拉善英雄会也一块儿拍过视频。我印象里边在去年阿拉善英雄会，我记得你刚进沙的那会儿，那个手啊，抓着方向盘，那个劲道还是很足的。但是玩了半天之后，就放松了，就嗨起来了。过程里边呢，我也发现孙岩老师他是个爱学习的人。他去的路上呢，他会看这个怎么穿沙。所以当时一下车，我找不着他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后来围着车转了一圈，他在那个角落里边给车放气儿呢。哎，这个场景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呗？记得。因为你看，刚才乃文哥就在说他到新疆看到了全都是坦克。对，我们去阿拉善的时候，
也全都是坦克，那个场面太震撼了。那得有多少辆坦克车？那有1500到2000。1000多辆坦克车。然后我去跟很多的那种资深的坦克玩家聊天，我发现车呀，它不单单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文化，是一种精神。这个是让我对车的一个特别大的改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刚开始很紧张呢？是因为我站在外面，我看到那个场景特别陡峭的时候，我确实是没开就特别紧张。但是我坐进车里的时候，它的那个包裹感，还有我抓住方向盘，它给予我的那种安全感，让我踩下了油门。后来我才像您说的，玩的嗨的不行。对，阿拉善英雄会呢，今年还有，我不知道徐老师和李老师，你们有没有去过阿拉善？还没有，没有，我也没去过阿拉善，一直想去，下次有机会，那对，咱们得一起去，对吧？我也很期待看一看，除了沙子，就是坦克的那种震撼，对，那种漫山遍野，对，那种除了沙子就是坦克。对，咱们呢现在有了麒麟会，所以说以后这样的聚会的机会就会更多。其实说到去哪儿玩，我了解到徐亚军老师呢，他好像也有不少很多爱好，我了解到，就像刚才视频里边说到的，人生张弛，自在掌控。那徐老师，您也给我们分享一下，人生活当中的张弛是怎么做到的，或者应该是怎么一个体验？我觉得可能不同年龄的人对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像我那会儿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喜欢冲，然后我喜欢干，然后根本是不甘寂寞，我喜欢各种各样那种剧烈的运动，比如喜欢踢足球，喜欢打羽毛球，喜欢游泳，喜欢拳击，喜欢健身。但是到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好像就会有改变了。你比如我现在可能更喜欢钓鱼。做饭，对，这为了家人嘛做饭，然后包括我也喜欢打高尔夫。其实大家可能发现了啊，不管是做饭、钓鱼、高尔夫，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都是让你的生活静下来、慢下来，就是这样的，对吧？刚才古董也说了，那个麒麟会未来要组织这个私董会的活动。啊，这个我可是要报名参加的。我希望呢，可以多结交一些新的球友，大家可以一起切磋嘛。啊，我也喜欢在开车去球场的路上放上一首我自己喜欢的歌，对吧？你边开车边听音乐，能够让你整个人放松下来。觉得那一刻呢，你才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从自个儿忙碌的工作当中，一下切换到你自己自我生活的那扇门。其实人生啊，只要推开门，就是一个心境，走出自己的那个。对，你包括像咱们这新的坦克700。车子足够大，足够给力。我好多朋友特别喜欢坦克，包括他们出门也都是不管是租坦克还是自己购买坦克，他们去旅游，这是他们必备的一款车，对吧？以前呢，我打球啊是这样的，我打球呢是打球的一个朋友圈，钓鱼呢是钓鱼的一个朋友圈，这是2个圈子，他们各玩各的。说有一次呢，我是准备第2天去钓鱼啊，我就问我那个打高尔夫的朋友，我说兄弟，明天我钓鱼去，你跟不跟我去？他说钓鱼好多地方都要走那种烂路啊。他说你那车能走烂路吗？我说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跟我去一趟你就知道了。结果他跟我去了以后吧，我们有钓鱼的朋友和打球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结果打球的朋友爱上了钓鱼，然后钓鱼的朋友呢也开始尝试着去接触高尔夫。这样呢就会变成什么呢？就是说一台车一下把2个圈子的人全部给打通了。对。最后让他们全部加入麒麟会，对，这就对了。对，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买一台车，交一群朋友，以车拓圈，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高尔夫、垂钓这种不同圈层的人呢，让他们相互认识，和同频的人在一起，享受更好的人生。其实这就是我们麒麟会成立的初衷。好吧，时间有限，也感谢3位老师的分享。我也尝试去做个小总结。李乃文老师呢，他闲不住，他爱折腾，有了700的硬实力，他想走就走，随时出发，轻松可以抵达到他想去的一些地方。而徐亚军老师呢，他讲完高尔夫和钓鱼的这种心境，那种从容，真是值得我们去慢慢去学习的。而坦克700它的全域能力，
和这种自在掌控的这种节奏感上，它也是不谋而合的那种感觉。孙岩老师呢，他更多的是爱好和家人。我想坦克700的安全可靠，一定会好好的去支撑一家人的这种权威的守护。除了3位老师呢，现场还有很多坦克700的车主，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限量版的车主，中国男篮运动员、北京首钢男篮队长翟小川先生。小川您好。古总好，古总好。和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在保定跟大家相聚啊。我也是坦克700的车主啊，也希望咱们全新的坦克700啊上市大卖。谢谢。好，谢谢小川啊。今天的主题呢是麒麟云中县竞起新人生。这2天有很多主理人也专程来到了现场。现场还有这么多支持、信任坦克的明星车主、文旅部门的朋友，甚至国外的友人，大家给坦克700的这份支持，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儿再说一句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古总，也感谢3位老师的真诚分享，请各位入席就坐，在稍后与我们共同见证更多的精彩。从技术突破到用户共创，坦克700要做的是把最极致的风景、最专属的体验带到每一位用户面前。现在，让我们用眼睛去旅行，用心灵去感受，一起领略全新坦克700眼中的秘境。正如大家所见，全新坦克700用轮机丈量了山野的辽阔，用引擎轰鸣回应了深谷的寂静。这样的秘境，是否也是您心中的向往？今天，坦克品牌面向全球正式发布100大主理人共创计划，而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首批100大主理人代表来到现场，他们将用自己的故事带我们走进那个你向往却一直未曾去过的秘境深处。现在，让我们欢迎10位秘境主理人代表登台，掌声有请。接下来的时间，10位秘境主理人将依次带来他们的秘境故事。首位分享的是来自洛普的代表，
夏依达、艾泽兹，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心中的那片山河。掌声有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夏依达、艾泽兹，是洛普秘境主理人，也是洛普文旅推荐官。洛普有大漠风光、丝路古韵，更有地道的民俗风情。我在这里带你走最野的路，看最美的景，感受最真实的人文烟火。在洛普，你既能体验硬派越野的酣畅淋漓，也能沉浸式感受爱的来丝绸、手工羊毛地毯等地道民俗，触摸千年丝路留下的烟火与故事。在此，我真诚地邀请各位车友、各位朋友来到洛普，探秘洛普，让我们以车为媒，奔赴大漠绿洲，共赏壮美风光，共赴这场热血又温暖的秘境之约。丝路明珠，魅力洛普，欢迎各位，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旅行家 M， 喀什秘境主理人。我是一位旅行定制师，专注于新疆、西藏、大西北全境旅拍旅行记录定制。回顾过往的这几年的时间呢，基本上也带着客户基本上走遍了整个新疆、西藏和大西北。这里也欢迎大家有机会跟我一起深度自驾新疆、西藏和大西北，跟着我一起去探索自驾路上那些绝美的风景。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沙迪，是伊犁的秘境主理人，也是新疆文旅推荐人。我身在新疆，长在伊犁，从事旅游行业呢已经有10几年了。从最早的包车领队、小车自由行，到成立自己的旅行社，打造自己的野摄营地，我一直在路上。2018年开始做自媒体，最初呢只是随手记录新疆的风景，没想到呢被更多的人看见，于是我拍下了卡西、库尔德宁、伊塞木道、唐布拉、仙女湖、独孤公路等等很多地方。在成为热门之前，我已经走了很多年。新疆除了没有海，几乎拥有所有的地貌。真正的美景往往藏在墓道的尽头。欢迎全国坦克车主来新疆，让我来带领你们领略真正的大美新疆。谢谢。大家好，我是木川，是川藏地区的秘境主理人，也是川西旅游推荐官。我带大家踏过无人惊扰的高山草甸，涉足鲜有人质的河谷秘境，与高原森林不期而遇。它不仅是秘境，更是一场由内而外归于平静的修行。你会遇到双腿残疾的勇者，不为命运驱车进藏，重寻生命的意义。你也会在路上遇到磕长头的朝圣者，步履静默，信仰却震彻山河。这条天路从来都不缺少奇迹。川藏线从来都不是我们选择了它，而是这片土地独有的磁场滋养着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让我们无畏山高路远，去感受它高级的灵魂。诚邀全国各地坦克车友亲身去感受这片土地的壮丽山河。我是木川，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柯探长，德令哈市文旅推荐官，乌兰县文旅推广大使，深耕青海海西多年，是一名专注小众秘境的资深户外领队，同时也是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文旅推荐官、乌兰县文旅宣传大使。对硬派越野的向往永远在无人涉足的旷野远方，而我带队走过无数山川，始终认为最极致的旷野与顶级的越野体验就在青海海西的柴达木。这里是祖国聚宝盆，更是藏着星河与诗意的秘境。作为常年带队穿行于此的资深领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开上坦克700，跟着我的脚步穿越戈壁盐湖，奔赴浩瀚星空，既能尽情感受越野的热血硬核，也能真正读懂柴达木的辽阔与温柔。坦克承载探索，海西盛放远方。我在青海海西狮城德令哈等候各位，愿以多年带队经验为引，带大家一起奔赴属于我们的诗与远方。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渔夫，贵州秘境主理人，同时也是旅拍博主。这些年，我基本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景点和小众秘境，新疆、西藏、川西、西北，美丽震撼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聊聊我的家乡贵州。独有的喀斯地貌下藏着无数小众的人间秘境，在我看来，洞穴加瀑布加瀑降，才是打开贵州最野最酷的方式。划着桨板闯进溶洞仙境，徒步走进地心深处，顺着飞流直下的瀑布从容降落。这份独属于贵州的自由与震撼，别处再也找不到了。最后，我诚挚地邀请全球的坦克车主来到贵州，和我一起开着坦克700，解锁贵州藏在山水之间的秘境。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黑龙江省旅游推荐官静雯，也是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秘境主理人。我来自黑龙江的边境小城饶河，这是一个距离俄罗斯只有700米的地方。很多人没有来过这里，但或许会听过那首乌苏里船歌，见过赫哲族身披鱼皮踏冰捕鱼的画面。没有错，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如果你向往在零下30-40度的冰面上和赫哲人一起拉起沉甸甸的渔网，去感受全医院的鲜；如果你好奇中俄边境的风情，想尝一口完达山脉原始森林里蜂蜜的甜；如果你愿意沿着 G331国道驶向真正的北境，沉浸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与江河之间，那么我在我的家乡饶河等你。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杭州钱大叔，是杭州的秘境主理人，也是浙江文旅宣推官。在杭州、苏州周边，其实藏着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偏僻的古村落，安静到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寺庙，只有特定时间才能够开门的私家园林。他们也许不出名，但却特别让人向往。这些地方往往不是轻松就能够到达的，需要时间、耐心，也需要一辆能把你带到风景更深处的车。但当你真正到达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有些风景只属于少数愿意走更远的人。跟钱大叔一起出发，我在路的深处等你。谢谢。大家好，我是大龙，是西安秘境的主理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开着车自驾，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用实地走访的方式去了解帝王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王朝故事。在我看来，那些古道石刻、城址和遗迹，记录着每一个时代的秩序、信仰和选择。我的特色就是不走常规路线。当大家在景区看风景的时候，我更愿意深入历史发生的现场，去了解1000年之前的真实事件。哪怕一路向西，我关注的也是古城、风水和文明留下的遗迹。如果你也喜欢在行走中读懂历史，欢迎与我同行，一起出发。我是大龙，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倩宁乐，是巴彦淖尔秘境主理人，也是巴彦淖尔文旅推荐官。我从赵长城的最西端内蒙古巴彦淖尔来到它的起点河北，再到一睹长城坦克700荣耀问世的华彩，只为见证长城精神的一脉相承。杜英山渡的是自然的山，穿红峡谷，越英雄坡，听引擎与千年驼铃共振，渡的是人文的山。探岩画抚长城，在记录赛与古人重逢，渡的是精神的山。当篝火点亮星河，方知翻越的不是海拔，而是心灵的边界。借此契机，我诚挚地邀请魏总以及麒麟会的好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的车友们到巴彦淖尔来，让我们开着坦克700渡阴山、游长城，渡人、渡己、渡山河。我在巴彦淖尔等您来。谢谢，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秘境的主理人，请台下入座休息。各位主理人是秘境的讲述者，也是坦克品牌铁汉柔情最好的证明。坦克700想做的是让更多人出发，去那些向往却未曾去过的地方，过那种想象中才有的生活。现在决定这份向往能否触手可及的时刻到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坦克品牌 CEO 古玉坤先生再次登台，揭晓全新坦克700的最终售价。
谢各位嘉宾非常漂亮的分享。回到今天的主题，麒麟云中线，竞起新人生。全新坦克700，麒麟问世，以全域豪华开启新境。它是中国唯一，也是全球独一份，同时拥有大排量混动 3.0T Hi4T 和全球首创 Hi4Z 双旗舰动力的豪华 SUV， 让硬核越野和城市可以兼得，真正做到了全场景没有短板。它是行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非承载式车身上搭载的 VLA 大模型，全域辅助驾驶的大型豪华 SUV， 硬派和智能一样不少。高端原创麒麟设计，全球首创的机械旋转开合的激光大灯，行业首创的硬派越野的专属尾翼。坦克700用独一无二的产品实力，重新定义中式豪华越野的审美巅峰。接下来，我们正式揭晓全新坦克700的上市价格。全新坦克700 3.0T Hi4T 巅峰版，建议零售价50.8万元。2.0T Hi4Z 极境版46.8万元。2.0T Hi4Z 极致版42.8万元。上市期间，价值32000元的 VLA 大模型全域辅助驾驶系统，所有版本终生免费用。同时，我们再送上6重订车礼：第一，5000元的定金抵1万元的购车尾款；第二，为感谢老用户，长城汽车老车主置换，至高可享15000元的补贴。另外，所有品牌增购直接补贴1万元。极境版和巅峰版的车型，限时免费送价值5000元和1万元的原厂拖车钩。第四，价值15000元的敦煌青的配色，限时特惠5000元即可选装。第五，价值6000元的红外夜视系统继续免费送。最后，我们继续送1年价值4000元，提供至高500万的辅助驾驶的保障服务。另外，金融、用车、充电、救援、网联5大无忧权益，上市专享一步到位。此刻，长城汽车 APP 和坦克小程序订车入口已经开启，欢迎大家进行选购，先锁单，先提车，先享受。今天我们聊了麒麟的风骨，聊了出发的底气，也聊了同频的圈子，所以这些都是为了一件事儿，就是竞起新人生。全新坦克700将与我们一起见未见之景，至未至之境。谢谢大家。谢谢，感谢谷玉坤先生的分享，请您入座。